1964年，美国一家大型石油公司德士古在厄瓜多尔亚马逊雨林当中发现了石油，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德士古的勘探队立马在当地疯狂采购，他们不断的挖井，而且每口井都有露天的蓄水池，专门用来储存石油废料和有毒的污泥。据说在高峰期，德士古公司每天都会产生400万加仑的污染，可他们关心的从来就只有石油的利润有多么丰厚，根本就没有人在意过生态环境，更不会良心发现，思考过度开采是否会影响到当地原住民的正常生活。当德士古公司靠开采石油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他们偷偷的将那些未经处理的污染全部都排放在了亚马逊河的各个支流当中。在1964年到1990年之间，德士古公司故意泄露了185亿加仑的有毒废水以及1700万加仑的原油，污染了200万英亩的亚马逊河。这些都是该公司精打细算的后果，因为他们的操作完全与行业标准背道而驰。这么一来，又可以将每桶原油的成本再压榨3美元。别小看这3美元，据统计，德士古公司在厄瓜多尔地区一共开采了17亿桶原油，在20年的时间里面节省了大约50亿美元，而利润更是惊人，高达250亿。可另一方面，亚马逊河是地球上生态系统最丰富的地方，它横跨6000多公里，不仅为大量物种提供了家园，还给地球带来了强大的碳循环作用。可到了德士古公司这儿，说污染就污染，他们不顾一切的把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搞得一团糟。要知道，亚马逊河的支流是沿岸原住民的主要水源，这些被有毒废料污染的土地、农作物和饮用水让原住民们苦不堪言，不仅家畜离奇死亡，人们也开始不约而同地患上了口腔癌、胃癌等疾病。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当地的孕妇接二连三的流产，畸形儿的数量更是年年增长，而这一切都是拜德士古所赐。1972年，德士古公司的一名高管下令，只要出现大新闻就必须上报给领导。其实这里的大新闻就是指那些容易引起记者在意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他们知道，一旦有风吹草动，不加以控制舆论的话，就会对公司很不利。很显然，他们完全就是做贼心虚。可公司上层并不在乎自己释放的有毒化学物质给当地造成了多么灾难性的损失，因为他们的鲁莽，好好的雨林生态系统被有毒物质害得千疮百孔。更过分的是，德士古公司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们压根就没想承担责任，甚至连1分钱都不愿意花在清理污染上。其实，虽然该石油公司开采的是厄瓜多尔的资源，但他们傲慢的程度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就比如，石油工人经常会嘲笑原住民的打扮和习俗，除了口头上的不尊重，还会对他们拳打脚踢，肆无忌惮地实施暴力。而最过分的，莫过于他们曾经哄骗原住民，这些泄露出来的石油废料会像牛奶一样，富含大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而且还会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听这个意思，难道说原住民还要对这帮始作俑者们感恩戴德吗？在这起环境灾难中，有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那就是史蒂文·唐奇格，是个美国人。1993年，有位厄瓜多尔裔的同学告诉他，自己家乡的大批原住民因为环境污染问题，与石油公司展开诉讼拉锯战。虽然证据确凿，但原住民的胜算还是非常渺茫。当时的史蒂文刚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一直以来都很关注社会新闻。听闻此案后，史蒂文很感兴趣，二话没说就前往当地，决定一探究竟。然而，厄瓜多尔的惨烈景象让史蒂文震惊不已。很明显，该地区的森林面积正在一步步的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水井、管道、油罐车等有关于石油开采的设施。其次就是原住民的生活环境简直不堪入目，孩子们在黑乎乎的污泥水中嬉戏，即便知道水源已经被污染，他们也别无选择。不夸张地说，那一片热带雨林俨然成为了石油之都。通过此次考察，史蒂文也走访了一些原住民。据他们作证，石油公司的废料坑每天都在溢出废水，该地区的水源已经没有办法喝进肚子了，就连平时洗洗涮涮都令人堪忧，因为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致癌物质，重金属含量也早就超标。在这之前，当地原住民被蒙在鼓里，他们直接接触并喝下了这些有毒水。史蒂文也了解到，德士古公司大约是在1990年陆续从厄瓜多尔撤离。起初他们只想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但当地有3万名居民联合起来提出了诉讼，要求该石油公司清理污染、修复当地环境并支付赔偿金。眼看没有办法全身而退，德士古又开始甩锅，他们声称曾经修复过一小部分受污染的热带雨林地区，厄瓜多尔政府也对此是知情的，并且免除了他们后续的责任。现在有纠纷肯定是不归他们管了，
总之，德士古公司就是想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不过这里要提一嘴，当时的厄瓜多尔政府也确实严重依赖石油工业，所以当地政府对这尊大佛是毕恭毕敬的。这无疑助长了他们嚣张的气焰。碍于这种极其不平等的关系，在这场诉讼拉锯战中，原住民们想要实现公平正义，显然困难重重。面对如此厚颜无耻的企业，在经过初步走访与调查后，史蒂文与其他几名同行律师就决定接下这个案子。有人奉劝他们，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但他们还是想努力一把。不夸张地说，这起发生在厄瓜多尔的环境灾难是世界上与石油有关的最大灾难之一。但由于它不是因爆炸等意外事故而起的，一切都是资本家的利益熏心，刻意削减成本导致的，所以鲜为人知。2001年，雪佛龙公司收购了德士古，当务之急就是把该擦的屁股给擦干净了。不得不说一句，真是一山更比一山高。本以为德士古公司已经够厚脸皮的了，但没想到雪佛龙更胜一筹，他们对污染的存在不仅没有提出异议，还大言不惭地宣布，当年德士古在厄瓜多尔的所有业务都是合法合规的。那么既然合法，污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对此，雪佛龙反驳，眼下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地原住民的健康问题都是深受德士古公司所害，而且据他们所知，所谓的石油废料污染在公司撤离厄瓜多尔之前早就全部清理干净了，所以他们有理由怀疑厄瓜多尔的原住民联合起来是为了向石油公司进行诈骗，因此拒绝他们提出的所有赔偿要求。与此同时，雪佛龙知道如果这场官司在美国审理对自己很不利，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把此案转移到了厄瓜多尔，试图只手遮天。2003年，审判终于开始了。面对这么多不利的证据，雪佛龙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不过最可笑的是，该石油公司反复提到自己曾经修复过一部分受污染的区域，可现实却啪啪打脸。因为根据现场采集的样本来看，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所谓的已修复的地点压根就没有被污染过，哪怕是真的清理掉一些污染，也是装装样子。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那些旧时的挖油设施和废料坑经历了多次司法检查，结果表明该石油公司确实对土壤和水源产生了严重的污染，而且远超法律规定的范畴。只不过雪佛龙自己的科学家也忙着寻找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事实摆在那里，又能怎么左右检测结果呢？明的打不过，就只能来阴的。雪佛龙的科学家一直在操纵调查流程，就比如他们会提前挑选没有污染的样本地点，然后假装随意采样，确保检测结果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假的终究是假的，真相迟早会被揭穿。2011年2月，雪佛龙公司被判有罪，被责令支付90亿美元用于修复环境以及受影响人口的赔偿。可雪佛龙拒绝认账，甚至发誓永远不会支付任何费用。为了报复，律师史蒂文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而接下来雪佛龙有的是办法针对他。头一年，雪佛龙在美国起诉以史蒂文为首的几名律师贿赂厄瓜多尔的法官，以此左右判决结果。不得不说，雪佛龙可是准备充分。他们利用权势栽赃陷害对手，对此他们还找到了一名厄瓜多尔前法官做伪证，让他承认自己在当年的审判过程中确实收了贿赂。虽然仅仅凭一张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审理该案的美国法官竟然就这么相信了前法官的一面之词，直接推翻了厄瓜多尔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就是说，雪佛龙不再需要支付巨额赔偿，而且还对律师史蒂文的指控也成立了。可惜，就算所有人都知道是石油公司害惨了当地环境和原住民，可偏偏追求正义的道路这么的困难，真是让人倍感无力。其实，雪佛龙律师团队后来的主力目标已经不再是为了赢得官司，而是要让那些对这起案件穷追不舍的律师感到精疲力尽。他们就是要通过不停的泼脏水转移矛盾，以此达到打压律师的目的。这样一来，对于其他一些积极的环保主义者也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面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史蒂文拒不认罪，他始终不愿意交出自己背后3万多原住民的个人信息。可现实让人觉得无奈，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雪佛龙每年花费的巨额律师费，找的都是那些只为精英服务、不为正义服务的律师。换句话说，他们甚至能够改变游戏规则。而另一边，面对多方面的压迫，史蒂文在家被软禁了800多天，而且在软禁结束后，他还将面临6个月的监禁。这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愤怒的民众批评雪佛龙用极其肮脏的手段试图拖垮维权者和律师，明明是他们制造了环境污染，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妨碍司法公正，试图全身而退。一边是有钱有势的石油公司，一边是无辜的原住民，怎么看都是前者在仗势欺人。可随着案件的反转，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变成为了追求司法公正过程中的矛盾。雪佛龙凭借超能力背靠大山，足以让人力不从心。
毕竟这样所谓的正义始终是为强者利益服务的。只可惜直到今日，那些露天矿坑仍然散落在亚马逊丛林当中。不管结果如何，有毒污染对于环境、原住民的伤害已经形成，而且不可逆。美好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景观变得千疮百孔，直接从天堂慢慢转变成为了地狱。仅仅就在某些人的一丝贪念之间。面对不公，人类可以呐喊，可以维权，但大自然不能。他们或许也在为自己凋零的命运而无声的哭泣。只不过，贪婪的人真的会为自己的贪得无厌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吗？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起环境维权案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